孤独星球评全球最美的铁路第1名，为何是它？是否实至名归？100多年来，这条铁路经历了无数的战争，被炸了又炸，目睹了太多本应与它无关的历史风云。我来到越南，体验著名的南北铁路统一线。如果你也感兴趣，就跟着我的路线走吧。越南的首都河内像很多的东南亚城市一样，摩托穿行，杂乱无章。这里是已有100年历史的火车街，游客最爱的打卡地点。喝着咖啡和啤酒，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去，出片的背后依然是喧嚣和嘈杂。继续穿过河内吵闹的大街小巷，来到红河边的龙边桥。越南战争中，这座桥是美军的重点空袭目标。1967年8月11日，美军出动45架轰炸机炸毁大桥。援越抗美的中国工程队抢修了破坏最严重的2个桥孔。如今桥边的火车站旁有家咖啡店，你可以在那儿等一杯咖啡，也等待下一趟火车的到来。然而我的火车体验不是从河内开始的，而是阮氏王朝的国都顺化。从河内到胡志明全程最快也要33小时，其中在海边行驶的只有顺化到岘港、岘港到芽庄这2段，省时省力的话，只搭乘这2段就行了。早上来到顺化火车站，这座建于法属印度支那时期的车站，能看出浓郁的殖民地风格。我所搭乘的 SE19次列车是专门服务外国人的专列，全卧铺的配置。从顺化到岘港票价大约70元人民币。SE 是 Super Express 的缩写，表示运行时间较短，大概就是特快的意思吧。即使这样啊，从顺化到岘港100公里的路程，也要开惊人的2个半小时。火车上的环境非常干净，这节车厢位于最尾端，和中国的软卧一样，一个包间4张床，整个车厢几乎没有乘客，床单也是新换的。列车员还给我一套包装好的枕头，床头还有能够充电的插头。这个环境你觉得怎么样呢？顺化到岘港这段铁路啊，最著名的就是沿海的悬崖风景，尤其是经过海云岭的时候，就是越南主要山脉长山的支脉海云岭的关口。那么为什么速度这么慢呢？由于铁路沿线的地形崎岖，并且建设的年代较早，线路存在着大量的曲线，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列车的运行速度。你别看现在能跑到60啊，当经过一个大圈的时候，速度可能就只有30了。遗憾的是，当天天气不好，经过海边时天色阴暗。不过火车确实是贴着悬崖从海边经过。这里是越南的北方和南方的交汇处，一侧是雄伟壮观的长山，另一侧是茫茫无边的海洋。100年前要修建这样的铁路，一定要耗费不少的人力吧。虽然天气不好，但是喜欢坐火车的人总能从中找到乐趣。列车蜿蜒行驶在翠绿的山间，你看到的不是社交网络上精美的修图，而是此时此刻起伏在迷轨上的山海交融。照片是不靠谱的，只有双眼才是真诚的。虽然天气不好，但似乎也理解了为何那么多人推崇这一条铁路线。很快列车就进入了岘港，越南的第4大城市，东南亚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。在岘港，你将看到无处不在的韩国人和韩语标志，以及每周末都有的龙桥喷火，那真是堪比开奥运会的盛况。안녕하세요，欢迎来到岘港。第2段统一线火车之旅从岘港到芽庄将会耗时10个半小时。岘港站和顺化站相比，现代了许多。门口的灯牌上打出标语，南北铁路被孤独星球选为世界上最值得体验的火车旅行。SE21次列车早上8点发车，同样是专门服务外国人的专列，当然本地人也能乘坐。同样是4张上下床的软卧包厢，下铺售价大约250块。
列车行驶时间较长，我开始探索这类车厢，发现厕所的窗户是打开的。这个地方是拍摄风景的最佳机位，不过你得忍受厕所的环境。列车上有卖盒饭的，不过没有赶上，就买了一杯泡面。这一段铁路最好的风景其实集中在快到芽庄的时候，所以有7、8个小时的时间完全可以一直睡觉。又是一个阴暗的下雨天，平平无奇的越南乡村风光，米轨上摇摇晃晃的火车相当助眠。中途在 Diltree 车站停车，这一站离归仁不远。热情的大姐争先恐后的贩卖芒果干，3块钱一包，清脆香甜，好吃极了。继续前行，芽庄已经不远了，美丽的山海风景再一次出现。列车上的乘客仿佛被插上电的机器人从昏睡中苏醒。依山傍海修建的铁路在全世界也不多见，拥有如此视觉奇观的线路确实值得被收藏。我想如果是个大晴天的话，蔚蓝的天空和海洋融为一体，闪闪发光，这样的景象不知道有多美。会不会有一种身处千与千寻的海上火车的感觉呢？不过海景转瞬即逝，剩下的路程就看不到海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恬淡的田园风光。芽庄是另一个热门的旅游胜地，可以说是越南的三亚，离胡志明市也比较近了。在越南越往南走，城市就越现代，南北方的差异还是挺大的。本次统一线火车之旅在芽庄结束。总结一下，天气不是很好，不过看得出来风景很漂亮，但是集中在某些路段。如果要体验最精华的，就挑一个好天气的日子，坐顺化到岘港的那段路就很值得了。